我早就说过了，绝不能把江防主力集中在泾淮沿线上。结果怎么样呢？党广地区一下子丢了5个军。蔡文志，你个小毛孩子，你懂得什么东西？小小的作战厅长，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东西。可我是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听？我不干了，不当这个军人了。南京城上红旗招展，百万雄师气贯长江。随着南京的解放，我军第2阶段的渡江攻势正式开始。在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全面崩溃后，汤恩伯除了命令镇江以东的4个军退回上海防守外，镇江以西的其余部队则向浙赣线和杭州方向撤退。当然，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仓皇逃跑。为了切断向西逃跑的敌人可能与白崇禧部会合，我军的总前委立即调整部署，将作战的中心从渡江转为了追歼逃敌。1949年4月22日，当粟裕渡江后，便统一接管了东中2个集团的指挥权。为了不使逃敌逃入杭州，粟裕当即以东西对进快速穿插，截断退路拒而歼之的方针，指挥2个集团进行前行夹击的合围攻势。具体部署如下：以中集团由西向东打，除宋时轮的第9兵团30军留守监视芜湖外，其余主力全部向东北挺进，经清义江、宣城、郎溪、广德、溧阳猛插，中途避开小股敌人的迷惑，直奔合围要点。王建安的第7兵团则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9兵团右侧呈梯次队形跟进，2兵团保持协同。以东集团负责由东向西追，在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水陆交通后，除34军、35军、29军警备南京监视上海外，第28军、第31军沿着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猛进，第8兵团的20军和第26军则归第10兵团指挥，与第23军沿着丹阳、溧阳支线南下尾追南京和镇江溃逃的敌人。剩余集团各军沿南陵、宣城、广德支线集结部队与主力部队会合。在接到命令后，全军将士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精神，顶着梅雨天气，从不停歇，以至于有的部队连续3、4天都在急行军，一天只能吃上1顿饭。不要吃耗吧！我们饿，敌人更饿；我们累，敌人更累。不要让敌人喘息，放跑了敌人，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战士们在指战员的鼓舞下，只好放下碗筷，不顾饥饿，不顾春雨连绵，继续追击。他们踩着泥泞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可人的生理总是有极限的，长时间的疲劳行军，加上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让我军的病号不断增多。有的战士追着追着便倒在了路途中，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追上敌人。沿途的老百姓看到这一幕，自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铺设稻草防滑，拿出木板加固小桥，抬着米饭送到急行军战士的手中。他们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地迎送战士们，向战士们控诉国军这些年的罪行，要求战士们不要放跑一个国民党反动派。江南人民的热情支援和殷切希望极大地鼓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他们的脚步越走越快，越走越有劲，很快便追上了溃逃的国军。23日凌晨，我军的中集团第25军渡过清义江，前卫师进抵芜湖的湾指镇附近，与国军第20军和第99军一部遭遇。双方为了抢占桂花山和皂角树2处高地，发生了激烈的火拼。战至下午2时，我军中集团25军的主力及时赶到，将国军第20军等部压缩于方圆不到2、3公里的山洼里，随后趁势发起冲击。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第20军等部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歼，连20军的军长杨干才也被击毙。后经统计，除了抓获副军长陈清明外，还俘虏了1.3万余人。另一边的中集团的第27军也不甘示弱，于23日下午挺进到宣城以西的韩亭附近，歼灭国军88军第49师的一个团。24日，又在宣城歼灭国军第99军第92师和第88军第149师大部，以及第20军第134师残部，总共4000余人。而后急行军4天，一路解放了红绫桥、广德、四安等地，于28日凌晨到达吴兴红星桥，与先期到达的东集团28军会师。而东集团这边，由长荡湖东西2侧出击的23军行动迅猛，于25日夜攻克溧阳城后，随即在城内以逸待劳，截歼南逃的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俘敌9000余人。第26军则在溧阳以东距荣县的天王寺，第20军在溧阳以西湖桥地区，分别又歼灭南下溃逃之国民党军大部，合计歼敌2万人。第28军于25日进抵宜兴，27日攻占吴兴，沿途歼敌7500人，最终于28日凌晨在吴兴的红星桥与中集团的27军胜利会师。至此，国民党5个军的建制共8万多人，被我军包围在郎溪和广德之间的山区里。
中东两集团的会合，彻底封闭了国民党军南逃的退路，完成了战役上的合围。随后，粟裕张振于当日决定，由宋时轮、郭化若统一指挥第9兵团和第8兵团歼灭两广地区的全部敌人。因为连日的奔逃，这些国民党军早已如同丧家之犬，狼狈不堪，已经没有了像样的战斗力。当我军的7个军25万人扑上去的时候，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从28日白天开始到29日天还没黑，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平了整个两广战场。与此同时，三野第7兵团的第21和第22军以及23军在谭震林的指挥下日夜兼程向杭州挺进。在追击的途中，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加上阴雨连绵，饥饿交加，部队的行军也是十分艰苦。好在战士们的士气依旧高昂。直到5月2日，3个军赶到余杭之时，得知杭州的国军已开始向南撤退，谭震林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钱塘江大桥。62时，离大桥不到100里，命令楼12时，携代家找近路，迅速占领钱塘江大桥。因为这座桥是进军杭州的必经之路，谭震林知道，如果钱塘江大桥被炸毁，那么解放军进军杭州的行程就会被拖慢，进而影响到解放浙江和福建的进程。在接到命令后，第62师日夜兼程，于5月3日翻过五云山峰，突然出现在钱塘江大桥的另一侧，这令国民党的守桥部队措手不及。经过30分钟的激烈战斗，守桥部队逐渐被击溃。随后，国民党军不顾一切，引爆了放在大桥上的炸药，但由于炸药的当量不够，大桥只受到了轻微的损伤，依然可以正常使用。随后，第7兵团沿着钱塘江大桥进入杭州，杭州随即宣告解放。至此，渡江战役第2阶段两广围歼战圆满完成。事后调集部队防守上海的汤恩伯在顾祝同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作战研讨会。在会议上，身为国防部作战厅第4厅长的蔡文治早已对这个曾经的恩师忍无可忍，他指责汤恩伯是个酒囊饭袋，独断专行，不听从国防部的指挥，以至于长江防线如此迅速的崩溃。而汤恩伯也不甘示弱，指责蔡文治目无尊长，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两人谁也不服谁，直到汤恩伯从包中掏出老蒋的亲笔手谕，众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的败笔又是老蒋在幕后遥控指挥。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大家请回去吧。胜利不在这儿，碍手碍脚的。渡江战役发起后，战局发展之快，远超我军在战前的预判。原定计划是在南京、无锡一带与国军展开激烈争夺，预计1个半月攻克南京，可实际进程极为顺利。4月20日夜发起渡江，4月23日便解放了南京，5月3日占杭州，5月4日克上饶，随后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也相继解放。我军仅用半个月便解放苏南、皖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这场两广围歼战，100万大军携带装备辎重，10余日内挺进1000里，日军行军100里以上，速度之快可谓史无前例。汤恩伯曾在长江下游部署了25个军，加上渡江开始时被歼灭的，已经有8个军被全歼，7个军遭重创，多数部队仅残部逃脱，只有上海方向少数的国军建制保存还算完整。这场伟大的追歼战堪称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它既彰显了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也宣告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大势已去的无奈。